德贤紧致，谁能想到这个一部没有宏大战场，主角呢是一个窝囊囊的钳工，日军还自带喜剧效果的一个抗战片，居然悄悄的就干到了千万观众。肖战在这个庆功宴上对着镜头真诚致谢的样子，我觉得像极了期末考压线过，但是却拿了奖学金的学生，可以说是又惊喜又忐忑。但是这一波观众用脚投票的这个逆袭，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个粉丝滤镜的加持，而是德贤紧致把抗战片玩出了新花样。别人拍英雄，他呢却拍草台班子抗日组，偏偏就戳中了当代观众的这个笑点和泪点。我们先说说这个片子最绝的这个反套路。你看别的抗战片主角要么是战神附体，要么是谋略大师，但是德贤紧致他就直接把这个镜头对准了一群只想苟活的普通人。肖战饰演的这个莫德贤，名字听着他就想扑通躺平，主业呢是钳工，副业是逃难。面对这个日军的第一反应就是速逃而不是打。彭昱畅的这个溃兵角色呢，更是怂到极致，打仗前还在纠今天该谁值班开炮。就连杨新明的这个太爷看似老顽童，实则拿着斧头砍坦克，用这个石头卡炮管，荒诞到让人笑场。但是你笑着笑着又感觉特别的鼻酸。蓝小龙这波黑色幽默可以说玩得太溜了，把这个战争恐惧包装在这个荒诞的外壳里。比如这个日军侦察兵摇头晃脑的被这个天地玄黄，转头就被村民用这个辣椒粉呛得鼻涕横流。这种文化反讽刺比这个正面硬刚更解气。千万观众买账的核心就是他拍出了这种真实的普通人，他没有什么主角的光环，也没有这个热血。这群人会害怕，会犹豫，会闪躲，会跑反抗的武器是农具，是各种农具，甚至是一头不存在的猪。我可以说看着笑点百出。肖战呢把这个莫德贤的颠三倒四又心怀家国，可以说演的是活灵活现，满脸的泥污，眼神躲闪，却在家人遇险时爆发出血性。这种非典型英雄，我觉得比这种完美战神更有代入感，因为观众不是在仰望英雄，而是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谁不想岁月静好？但是当活路被堵死，普通人也能爆发出拼死一搏的勇气。更妙的是，这个片子可以说避开了所有抗战片的雷区，它没有这种俗套的家人被害复仇的戏码，没有这种强行拔高的家国口号，甚至连这个党派之争、汉奸角色都直接删掉，就聚集54个村民和10几个日军的村级抗战。孔生导演用拍山海情的这种细腻，拍战争家长里短的这种生活化的场景，方言对白里的这种烟火气，让这个抗战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触手可及的身边事。这次呢，3线的城市贡献了 40% 的票房，很多观众带着长辈去二刷。正是因为这种不悬浮的叙事，让经历过苦难的长辈看到了共鸣，让年轻人读懂了山河无恙源于凡人坚守。肖战的致谢看似是感谢观众的支持，实则我觉得是这部非主流抗战片的逆袭宣言。在长津湖这类大场面战争片霸屏的这种当下，德贤紧致用中小成本平民叙事，证明了观众呢并不是不爱看抗战片，而是不爱看千篇一律的神剧套路。当这个片尾曲恭喜恭喜恭喜你响起的时候呢，千万观众的眼泪既是为小人物的悲壮买单，我觉得也是为真诚的创作来投票。说到底呢，这届观众早就不吃强行煽情那一套，德贤紧致呢用幽默解构沉重，用真实打动人心，才换来千万人的自来水安利。我觉得肖战的成长也藏在其中，从被质疑演技到凭莫德贤圈粉无数可以说他用接地气的表演证明了流量也能扛得起正剧。德贤紧致超好看的一部电影，如果你还没有看，我强烈推荐。
肖战得闲景致，我刚刚看完，太惊喜了，太惊喜了，完全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一整个。我真的是刚刚看完，马不停蹄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种非常新的抗战题材的电影，你很难相信轻松、幽默、担忧、紧张这4个词可以同时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而且我个人是会比较担心这类题材的电影它会有点沉闷或者是带着说教的，完全没有。看过的都知道，它大量的充斥了一些黑色幽默和一些非常经典的真地狱笑话，从头到尾一环紧扣着一环，每一步都踩到你想不到的一些点上，非常的精彩。然后你的情绪会不停的被它调动，我整个全程看下来就是又哭又笑，又着急，然后又被气笑了以后又觉得自己很缺德，然后后半程又哭晕，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拉扯当中，你就一点都不脱节，只会被它吸引，然后觉得哇塞，时间过得好快。在一种相对于轻松又没那么沉闷的一种环境之下，却让你可以非常共情、非常带入的去体会那个战争年代带给普通人的伤痛和灾难。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点它凭什么以那样的方式离谱而又合理的出现在那个位置，然后还能让你感觉眼前一亮。这不得不再说一下蓝小龙真的太牛了，他把小人物写的真的非常的零 OOC， 因为这帮人真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武器，然后也没有规模、没有组织训练的一群后台班子，真的是普通人。所以当他们后面奋起反击的时候，如果你稍微不慎，我认为一些高光的场面、一些英雄的场面就会显得非常 OOC， 你会觉得普通人凭什么？但是得闲景致完全没有，他小到这些群演的台词，大到整个群像的一个塑造，他们在前期表现出的慌乱和后面哪怕是要当英雄的这样一些高光的场面所做出来的言和行，你都会觉得相当合理，而且相当的出彩，相当的让人意想不到和眼前一亮，甚至加入了一些看似明明很无厘头的一些言行举止放在那个场景里，你就会觉得哦，还可以这样，很合理。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肖战在里面的演绎，非常惊喜，相当惊喜。惊喜这个词我已经说累了，我感觉哥们好像是已经找到了自己演技对的那个路子，你知道吗？这个角色也很像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有一点像他抓耳朵里面那种表现，相当的自然和灵动，而且非常用心。别的不说，从电影开始到电影结束，通篇塞满了台词量，每一句话都是南京的方言，而且他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这证明演员是真的下了功夫。其次就是他演技上的一个进步，非常的细腻，甚至可以控制肌肉，你可以在大屏幕上非常明显的看到他后期脸部和眼睛尾部肌肉的那个颤动，真的是有备而来的，把莫德贤这个普通钳工的那种痞劲儿、碎嘴劲儿，然后后期的那种靠谱冲劲儿都演绎的非常的到位。整体来挑这部电影的毛病，你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剧情紧凑合理，每个配角都有自己的人物弧光，尤其是尹正这个角色太出彩了，大家一定要去看，我都没认出来那是尹正，你们知道吗？他甚至是出场没多久就死掉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叫梅德福，我到现在都还记忆深刻。你可想而知整个电影对于普通百姓群像这种生动鲜活的塑造有多么成功，包括彭昱畅、周依然、阿如娜每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能立住的很立体的很饱满的人设，你整体的感受下来会觉得每一个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人物他都是鲜活，他不是一个 NPC， 他也不是一个工具人，整个小镇他真就是普通人生活该有的样子。说实话，电影定档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时期，因为前有疯狂动物城，后有阿凡达，它还是一个抗战题材的电影挤在中间。但是今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当得起一句这个题材今年的一匹小黑马，真的。整部电影还有很多剧情上的细节可以值得讨论和深扒，但是今天是第一天上映，我实在舍不得给大家剧透，只能说正午阳光加肖战，入不敷亏，大家亲自去电影院感受一下。提示：带纸，一定要带纸。